你在这儿吹冷风，不怕着凉吗？是不是伤好了？伤好了就去帮忙。是好了点儿，但是还没钱好。我就是太闷了，想出来见见活人。你呀，灵犀不在了，神尊心里乱得很。你就消停些吧，别再添乱了。我不就是打了圆筒吗？怎么就添乱了？这，神尊都替你去紫云台求情了，这还不叫添乱？求情？他那是去求情吗？他那明明就是去观行。态度，神尊亲临就表明了一切，还用开口求情吗？他那是有态度啊，那我可真没看出来。他的态度藏得也够深的，我估摸那普花老头也没看出来他的态度，要不然怎么可能多打我那几十鞭子？还不是你逞强，又怪得了谁？华言，你说神尊是不是喜欢灵犀啊？不会吧？我听人说天尊山一脉修的是太上忘情，不会动情的。狗屁的太上忘情，那云峰上神也是从天尊山出来的，你看他像个忘情的种吗？这当初灵犀可没少闯祸，可人家一出事儿，那神尊态度可明确了，不是替他求情，就是干脆剃罚。这从天宫大殿到从集约，哪一次不维护得紧？怎么一到我这儿，就成观行的了？你皮糙肉厚吧，和灵犀能一样吗？怎么就不一样了？他是仙娥，我也是仙娥。他服侍神尊，那我也没少干活。他是地仙，那我还是个上仙呢。这同样是犯错闯祸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呀？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哎，要不你哪天你也犯个错试试，你看看神尊他什么反应？神尊，对，这问题就出在神尊身上。要我说，这神尊对灵犀，他绝对是……说下去，绝对什么？小仙，小仙什么都不知道。伤都好了？没好。没好就好好休息，不要到处闯祸生乱，更不要教唆别人，懂吗？小仙知错了。去我店里拿药给他敷一下。是。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快起来！神尊。昨日瑶池设宴，西王母赠与众神仙桃，神尊未去，瑶池便派仙使将仙桃送来了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那树上的桃子，不知道你吃了吗？
回来了。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修大哥，今天孙大夫收我为徒了，他还说要传我医术，还让我替他为病人抓药。是吗？你这么厉害啊？我只懂皮毛，不过孙大夫很照顾我，我会好好学的。孙大夫福泽深厚，将来一定会有善报的。嗯。修大哥，这狗为什么一直对你叫啊？啊？它怎么了？它估计是饿了。哦，那我去做饭了。哎，国师锦绣不赦之罪，打入禁狱，押后再审。你以为你还是可以掌控我全族生死的大国师吗？你敢向我求饶了？像一条狗一样的向我求饶！当年面对袁都，你不是很识时务吗？或许你可以取得我高兴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修大哥，不疼吗？没关系的。你不开心啊？没有啊。那喝药吧。阿莫，这药苦得很。疼都不怕，还怕苦哦。这个药治不好我的眼睛。那什么药可以治？无药可治，你找不到的。什么药这么难找？仙丹吗？都烫伤了。阿莫，阿莫，如果我的眼睛永远都看不到了，该怎么办？你这话说的，就好像我的耳朵能听到似的。我是说真的，永远都治不好呢。治不好，就治不好呗。那我就永远都看不到你了。其实，人最重要的是心境开朗。我天生是个聋子，
我知道治不好，但没关系。我爹特别宠我，在我小时候，他送了我一个很大、很漂亮的金锁。那你为什么离开家呢？路还是要靠自己走的。我想锻炼锻炼。那你不怕吗？不怕。我盼着能见到我爹、我娘、我祖母，还有那个任性的妹妹。你会的，你能回到家的。我想变得再好一点，再回去。你已经很好了，还要怎样才算好呢？我想做让我爹开心的事，比如我学很好的医术，比如我成了很有名的大夫，再比如我的耳朵好了，我回到家能听能说。他们见到我一定吓一跳。你耳朵好了，你最想听到什么呀？一首歌。歌？小时候我爹唱给我的。若我的耳朵真能治好，我只想听那首歌。你会好的，一定能听到。那还真要仙丹才行了。我找给你。修大哥，喝药吧。这药很苦啊。这药很贵的。啊？叫灵犀的那个小仙女有下落了吗？属下已经抓紧时间去找了，只不过人海茫茫，没有什么线索的话，实在太难了。九晨那么在意那个小丫头，定是他救了她。跟住九晨，一定能找到她的下落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推算出血月何时到来了吗？属下无能，只能推算出大概。近日是阳气鼎盛之时，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。待阳衰阴盛之时，极有可能出现血月，应该不会太久。那傅凌渊的阵法呢？为了这个阵法，已有不少不足的仙人因反噬而死，怨念很大。缺人了，就去抓；反抗者，杀。要么死在傅凌渊，要么全族死。这很难选吗？是。阿元呢？不知道。我看他最近跑地牢跑的倒是挺勤。
宝清公主，你别得意，等我锦绣哥哥回来了，定将你们都碎尸万段。他现在怕是已经死了，没有机会将我碎尸万段了。你胡说！他被我义父封了气海，废了仙法，又瞎了眼睛，重伤逃亡。现在随便一个凡人都能杀了他，你还指望他来救你？你胡说！不可能，我不信！都什么时候了，我还需要骗你？乱臣贼子！乱臣贼子！是谁说这山灵族只能是你一家做主？你的母亲常年不理政事，锦绣一走这么小的叛乱，她都无力对抗。这样的人，配做一族之主吗？宝清公主，清醒一点吧。如果你能弃暗投明，归顺我义父，我一定会在我义父面前为你作保，留你一命。你休想！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但是凌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没有必要跟着她这条船一起沉下去。阿莫，关大娘，我呀，给你物色了几个好人家，他们想要你的生辰，你给我一下，咱们再找个先生给你相看一下。关大娘，我有耳疾，我没想过成亲的事，这事算了吧。哎呀，傻丫头，有耳疾怕什么呀？这事儿啊，迟早都得办的。你呀，早晚都得成亲，这事儿成不成还不得看你自己吗？关大娘已经拍了胸脯，都跟人家说好了。我也是上赶着求人家，你说这会儿了，连你生辰都不知道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啊，交了生辰呐，也就等于是打了个招呼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接下来呀，喜不喜欢还得看你们自己的意思。不成了，那就算了呗。万一成呢，那就赶紧确定下来。你说呢？哎呀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太好了，那你就在这儿待着，我走一趟啊。小白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在吗？修大哥，
我进来了。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怎么了，修大哥？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修大哥，醒了。你别乱动。修大哥，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啊？我睡了多久4天了。喝水吗？我去拿。修大哥，喝水。谢谢。修大哥，你身体里为何会有这个？到底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是你拔出来的。嗯，是不是遇到山匪或者仇家，手段如此狠毒，得报官啊？我的事官府管不了。可修大哥，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有粥吃点吧。谢谢你。这7根白骨钉已经封了你的气海，毁了你的仙法，当今世上只有凤凰族的人可以拔住。你就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死吧。
大清早的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大清早的，你这是忙什么呢？我在练隐身术呢。啊，很勤勉呐。鬼鬼祟祟，看什么呢？嘘。神尊在吗？在呀。神尊。吃吧。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本公主的吗？快放我出去！喂，听不见是吗？快放本公主出去！闭嘴！你还真当自己是公主啊？我告诉你，别把我惹毛了，小心我揍你！哼，好大的派头啊！她是前朝公主，她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剥皮拆骨都赔不起。她是恩主看中的人，可别有闪失。是。公主，吃点吧。少在这儿假惺惺的了，乱臣贼子！唉，我们虽是乱臣贼子，但也没苛待于你。恩主将你囚禁于此，一没打你骂你，二没严刑逼供。你说你在这里闹什么？他把我关在这个破地方，还有我对他感恩戴德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当心你们的狗命吧！等我母亲回来，看不一个个拆了你们的骨头！怎么？怕了吧？怕？真的怕？公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形势比人强就得识趣一些。我听说公主不吃不喝，整日以泪洗面，何必呢？你又不是那灵月亲生的，就算你想等人来救你，也得养好身体才是。公主精神挺好，仔细静养着吧。神尊，最近发生了一桩趣事，你知道吗？那彭仙人又惹祸了，他现在被天君赶去凡间撕一方土地，真是越活越回去，倒霉透顶。在小仙看来，瘟神这神职就非常适合彭仙人，那运气之差，四海难寻呐。你要是再跟在本尊身边聒噪，你的运气也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。神尊，神尊真的不能再去凡间了。神尊，你失了时心，又接二连三的和人斗法，火精之力撑不了多久的。小仙昨日被天尊领上天尊山，说是若你有个3长2短，天尊便要将我这个挑唆之人贬下界去。你说，怎么会是小仙挑唆的呢？小仙身份低微，怎么挑唆得了神尊你呢？哎呀，这天尊这么高的辈分地位，这不讲起理来，小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所以只能来求你了。请你看在小仙修习不易的份上，自己保重，千万不要再掺和凡间的事了，以免反噬上身。等不到灵犀度过3劫，恐怕就油尽灯枯了。到那时候，天尊为了保全你的性命，取走神农鼎，那灵犀
就真的没救了。知道了。知道了，真知道了？那你听小仙的，不去凡间了？本尊说知道了。神尊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神尊去哪儿啊？回从集渊。去从居渊做甚？那里清静。这儿也很清静啊。神尊，神尊听话，神尊慢走，神尊别乱跑。阿莫，阿莫，你父亲是做什么的？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不告诉你。我去上工了。哎。啊，对了，你干嘛拿筷子丢我？手误。你这几天怪怪的。那我走了，厨房里有馒头，我晚点回来。路上小心。他没有仙力，的确是个凡人，但为何能拔出白骨钉？莫非他是凤凰一族流落在外的血脉？国师，属下放出所有的鹰卫，寻找国师的下落。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国师。起来吧。是。国师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的眼睛被众号所伤，但我的法力已经开始恢复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眼睛也就痊愈了。国师的法力恢复了。你在信上说，被众号以凤凰骸骨制成的白骨钉压制住了气海，封了一身的法力，要属下寻找凤凰一族的下落。莫非国师已经找到了？宝清公主如何？是属下的错。属下没有看好宝清公主，她率开侍卫，悄悄离开，后来被众号的养子亲缘抓获，现在就关在本族的禁狱之中。不过，我们的人会暗中保护，暂时没有性命之忧。国主如何？众号以摄魂之术控制了国主，利用国主骗过了天族的人。国主现在也被关在寝宫之内。众号要做什么？众号奉魔君之令，在福陵渊上布下大阵，只待血月之夜来临，便会运转大阵，开启福陵渊，打开2界通道，放群魔入境。众号倒是深知我心，我们就等这一天。当日国破，我们的人大多逃了出来。这些时日，属下收拢部下，只待国师一声令下，便会杀回山灵界，斩了众号，为全族的百姓报仇雪恨。先不急，众号开启富灵渊，将元度送给我，这么一份大礼，我们岂能不收？
我的眼睛很快就会痊愈，你时刻盯住天锡宫的动向，一有变化，立刻来报我。是，传信过去，让人保护宝清公主的安全。她自幼娇生惯养，性格偏激，难免出意外。好的，属下知道了。阿莫，阿莫，街坊给我们一些菜，大娘啊一个人拿不动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好，走。人之初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性相近，习相习到了，走。苟不教，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教之道，贵以专，贵以关大娘。好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。大娘，不是取菜吗？你这实心眼的姑娘，今儿啊，给你介绍了一位好的，他是镇上的私塾先生，姓沈，也是个秀才，个性啊斯文和善，你看看，肯定能成的。大娘，你真是的。哎，阿莫，别走，别走。关大娘来了。啊，这位就是阿莫姑娘吧？啊，这位是沈先生。沈先生好。阿莫姑娘好。坐。啊，你们俩在这儿聊会儿，我到那边拿点东西。大娘，没事儿，我不走。啊，关大娘慢点。阿莫姑娘，请莫要紧张。容在下自我介绍一下，沈某年幼之时，家中还算殷实。后来在我9岁的时候，不幸出现了变故，父母双亡，我便寄宿于亲属家中，也算是看尽了世间冷暖，才选择远离喧嚣的。在此开办这学堂，一来是为了追回儿时的纯粹，二来与孩童们相处，也是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宁静、自在。阿莫姑娘呢？我是个聋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关大娘说过了，阿莫姑娘可是有什么不便利吗？我生来便这样，也没觉得有什么。还是有的。若阿莫姑娘不想听谁说话，只管垂头便可。可旁人不行，若话不从心，总难免要争一争、吵一吵的。因为旁人的事情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，就不好了。也是，我若不开心，就垂着脑袋不去看了。凡事都要两面看，好与坏都是相对的，也无需困扰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啊，那我送你吧。阿莫，关大娘，我们回去吧。啊。二位请稍等一下。怎么样，合适吧？大娘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事情了？你再不回来，我就去找你了。怎么了？
没什么。一股香草的味道。你的房间有蚊虫？没有，是沈先生给我的。沈先生。